这些照片都是用老旧的佳能2470 2.8L 一代拍摄的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不用惊讶，因为用了移轴接环。这是一支莱纳移轴转接环，正负10毫米移轴量，单向10度俯仰，一端是索尼 E 卡口，一端是佳能 EF 卡口，没有任何电子触点。这个按钮可以让转接环360度旋转，每隔22.5度有个定位。采用按压式移轴，操作很不顺畅，好在能自锁，移到一定程度，一松手就锁定了。0到10度俯仰，可以用旋钮锁定在任意角度，配合接环整体旋转，俯仰方向不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佳能镜头的电子光圈怎么控制呢？只有一个土办法，把它装到佳能机身上，设在 F11， 按下景深预览按钮的同时卸下镜头，光圈就锁定在 F11 了。后面只用这一档光圈，只能手动对焦，而且镜头的光学畸变不太好校正，因为校正参数通常适用于不移轴的场合，所以尽可能选用畸变小、相场大的镜头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普通135镜头的相场够吗？这是横拍不移轴，这是沿短边移轴5毫米，这是沿短边移轴10毫米，这是竖拍不移轴，这是沿长边移轴5毫米，这是沿长边移轴10毫米。这支2470L的相场显然不够，我们用视频展示一下。Alpha 724这类高像素机身有 APS 模式，把它打开，广角不广了，照片像素也少了，视频影响不大，但换得了安全的移轴量。有人会说，那不开 APS 模式不移轴拍摄，后期裁切效果一样吗？没错，完全一样。本频道第一支摄影类视频就是这么玩的，但是需要有移轴摄影的经验才能玩转，所以建议把移轴接环用在 APS 机身上。此外，有了移轴接环，还可以这样玩，变焦移轴拍视频。去实测一下。2470的24端现在成了36毫米移轴。这张则是75毫米移轴。莱纳还提供了一个120转135的转接环，可以和移轴接环叠加使用。120端是哈苏 V 卡口，135端是佳能 EF 卡口。这是一只哈苏 CF50 F4 Distagon， 转接到索尼 Alpha 724，变身为50毫米移轴。胶片年代的老头不以分辨率见长。这里顶部的黑圈不是相场不足，
是转接环卡口收尾过小的原因产生了遮挡。再玩一下俯仰，拍摄这台 MacBook Pro 的键盘。从右往左看，镜头光圈始终是 F11。第一张焦点在近处、中间和远处模糊了。第二张焦点在远处、中间和近处模糊了。第三张焦点在中间，两头模糊了。第四张镜头下俯了约9度。根据沙姆定律，此时 CMOS 平面、镜头板、键盘这3个假想的平面交汇在一条线上，我们就获得了全景声。虽然270L一代数字平平，但每一个键盘按键都清晰可见。现在去户外实战一下。当然，也可以反沙姆定律，把实景拍出微缩景观的效果。只需用前面的主办法把光圈开大，再摇摆或者俯仰即可。有了移轴接环，所有镜头都成了移轴镜头，还能变焦移轴，要不要试一试？